嗨，大家，我是呱呱。我已经从新加坡回来大概1个多月了，不过还是有很多可以跟你们分享的。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入境新加坡需要知道的事情。那第一个，台湾人入境新加坡呢是免签的，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去准备什么签证。不过你需要在2天前填写一个电子入境卡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为大家用手机来做个示范。打开 App Store， 然后搜寻 ICA， 然后买 ICA Mobile 这一个，先下载。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就看这个 Foreign Visitor， 然后第一个 SGAC 的那一个。那第一个进来，因为我之前已经用过，所以我现在有资料。那你进来之后，你就是要先新增你的资料，填交个人资料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扫描护照的方式，它扫得很快。我之前扫那个澳洲的时候很难扫，可是新加坡的我记得很快。它超快的。那它扫完之后，它几乎会帮你把所有的资料都填进去。那也就是大概再看一下，然后记得就是国家的这一边要填台湾，再来把这些资料填一填之后按保存。那上一页这边呢，你就点选个人提交，然后因为刚才已经有一个资料了嘛，所以就按添加提交，然后你就选你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选就是你要入境的日期，因为这只有前2天才可以选的，所以我这边就稍微示范一下，就选8号好了，确认。然后离开的话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去转机嘛，所以我就是只有1天，那就一样是8号确认。然后下一页，然后出行方式就是搭飞机，然后这边我是搭酷航，所以我就选 Scoot。航班号要先查好。然后新加坡地址，你们有住宿的就可以选你们的饭店。不过因为我那时候找不到我的那个胶囊旅馆，所以我就选择其他这一个。那它里面就有一个1日游跟过境的选项，那我就选1日游。其实这个应该选什么都不会太重要。那因为我是转机嘛，所以我就选1日游。然后在抵达新加坡前逗留的城市。那我是从台北出发的，我那时候就选台北。那我到澳洲回来的那一次转机，我就选墨尔本，因为我那时候是从墨尔本离开的。那这边我就先选台北，其实都是可以。这边你如果来回都是一样的地方，你就可以选一样的。他说你是否使用不同姓名？没有。然后最近有没有感冒？这些也没有。然后有没有去过南美洲或非洲也没有，这里就诚实回答就可以了。然后下一页，然后这边的话你就确认一下，然后确认完之后，这里要填一个验证码之类的。然后基本上呢，你有到这一页提交成功，那就是可以了。然后到时候台湾的话，台湾人的护照你可以用那个自动通关，不一定要去排人工的。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去那边看看，其实还蛮快的。可是那时候我的自动通关有过，我妈的就没有过了，所以她就是去走那个人工的通道，那基本上都是可以过的。那再来是要不要兑换现金的部分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换，可是真的不用太多，因为那边几乎全部都可以刷信用卡。那我记得好像不能刷的就只有那个我们在机场的地铁要买交通卡 EasyLink 的时候，它一定要用现金。那不然其他的地方几乎都是可以刷卡的。那我是去转机2天嘛，所以我总共换了5000元的台币，根本就花不完，因为我没有买太多东西，然后又几乎可以刷卡，所以就到最后是硬把它花完的，就去超市把它花完。
那如果你们要在台湾换新币的话，我建议可以先去新展看看，因为新展是新加坡的银行嘛，所以它换汇的那个汇率会是最漂亮的。再来是新加坡交通卡的部分，那主要有3种方式。第一个呢是它类似有点储值卡的东西。它有分2种，一个是 Easy Link， 再来是 Nets Flash Pay。它这种都是你可以存钱进去的，就有点像台湾的悠游卡。那第二个是游客的通行卡，它是有点吃到饱的概念，它分为1日、2日、3日，那个别是10元、16元跟20元的新币。那这个的话，我就会建议你是那种就是你很确定你的行程很多，而且你会搭的距离有点长的话，再用这一种的。不然像我是用 Easy Link。就是那种储值卡的，那我买到的版本是这种哆啦 A 梦的，我觉得这一种其实就很够用了，因为我这样待2天下来，跑了一些市区的景点，根本就花不到1天也花不到，就是交通费花不到10元的新币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景点其实蛮近的，你有的时候用走路就会到了，甚至是不用搭地铁的。那第3种是你可以直接拿信用卡就去刷卡。那我觉得信用卡也蛮方便的，就是你不用额外再买卡，然后只要有这种符号，就是这种很像喇叭嘛，就是音量的那种符号，它就可以搭。我看还蛮多人说有的银行不能搭，可是因为我没实际用过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，大家可以多带几张去试试看。那可是信用卡有个问题，就是它会加手续费，那可能是1.5左右的，所以你要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你是拿到就是它是有回馈的，而且要超过1.5，不然就是会有多需要付一笔手续费。那再来就是储值卡，它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车资是有折扣的，只是我也不太确定它折扣的方案是怎么样，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去个3、4天啊，你是可以买这种储值卡的。就是钱用完了再去加值就可以了。我这次使用的是 Easy Link， 整体使用上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只玩2天嘛，所以我没有一次存太多的钱。最麻烦的就是我在搭公车的时候，我会不知道钱什么时候用完。那因为其实如果是搭地铁的话，你要储值什么的都很方便，可是搭公车的话，就是你要再去找个 save 啊，或者是找地铁站，我觉得这一点就稍微有点那么不方便。你已经低于3块的话，你去到地铁站你是不能用那种就是自动的贩卖售票机去储值的，你要到一个就是它旁边会有个柜台，通常是会写 Ticket Office， 就是那种人工的柜台，你要算是有点给它过卡，然后让它去储值，你才可以再去刷，这个就还蛮麻烦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直接去储了，就想说明明就已经超过3块，为什么我刷那个公车还是不能过？结果后来去地铁站问，就是那边的工作人员才知道。那这个的话，你们就是要注意一下，可能就是一次大概算一下钱存多一点，才不会这么的麻烦。刚才我们的公车不到3块，所以我们就来储值了。我们在机器储值完之后，还是不能搭公车。后来我们就去问这个票务 office。然后他说呢，如果你是低于3块的话，你要到这边储值，不能直接在这种机器储值。所以后来我们又去这边储了1张各1块之后，那个卡才可以用，真的是有点麻烦。那到了机场之后要如何到市区呢？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搭酷航的话，你应该是会在 T1 这边降落的。那 T1 这边呢，没有地铁可以直接到市区，所以我们要先搭接驳车到 T3。其实 T2 也是可以，可是我去 T2 的时候，我发现它会比较远一点，就是它好像还要再走一段才能到地铁。所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从 T1 走路，或者是搭接驳车到 T3。那 T3 就会有那个市区的电车，市区的地铁可以直接坐到市区。那你搭上地铁之后，你要记得转车，在那个丹纳美拉那一站要记得转车。那你从 T1 出来之后啊，我记得这里应该是那个就是你出来的地方，或者是这里，反正就是你出来之后你就照着指示走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它的机场的指示算是做的非常的齐全，就是你到处看一定会有
Train to City 的指示。那他会先带领你到 T3， 然后到了 T3 之后再带领你到坐地铁的地方，看着指示走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的卡有剩钱的话，你可以去找那种就是 7 去把它花完。因为我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已经过海关了。那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，我的卡好像还有钱，然后我就去找看看有没有 7， 那就刚好有一间嘛。那我就是里面拼拼凑凑把里面剩下的钱刚好有差不多快花完，不过也还是有剩一点点，至少不会说卡了几百块在里面这样子。那它其实也是可以就是去退你存在里面的钱，不是说这一张的5块钱的那个钱哦，是比如说你存10块进去，你是可以把它退出来的。可是如果你去退了这个10块的话，它这张卡就等于是没有用了，就是你下次再去新加坡，你就要再重新买一张卡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那我就不要去退钱，我就去把里面的钱花完，因为搞不好以后就还有机会可以去嘛。那我这张卡就是下一次的时候还可以用，再直接去储值就可以了。那这一点你们就可能自己思考看看，以后还会不会去新加坡，再看看要去退卡呢，还是要去把它花完就好。新加坡的插座是这一种三角然后扁平的，我是有特别买一个就是专门是新加坡在用的，跟一个国际的插头，我觉得这就还蛮方便，它就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。那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推出来就可以了。像我要用新加坡的，我就是把新加坡的再转出来，然后它这边也有就是 USB 跟 Type C， 就是整个很多都可以用。可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不方便的是，它就是有点大，就是你这样插下去之后，它整个是会有点垂下来，又有点占面积。可是它就是算很方便，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可以使用。这个是我在 PC Home 吧，还是 Momo 买的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再来是网卡的部分，我这次分别是来回2天嘛，那我这2天都买不同间的。第一个是 KKday 的，那第二个是在虾皮买的。其实我觉得网速都差不多，都不会到太烂。不过我在虾皮买的那一间，它寄来的时候，因为我要买2张，就是我跟我妈各1张。可是虾皮的那一家寄来的时候就只有1张，所以我那时候花了一点时间请他们补寄。所以我建议你们要就是网卡这个东西，你们要就是出发前就要确认好张数，不要就是出发前的时候才打开就发现少1张，因为你那时候补寄可能就有点麻烦。那购买的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，你们都可以参考看看。不过从那边买没有比较便宜啦，价格是一样的。然后再来是天气的部分，我觉得啊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怕热的人，你可能不要7、8月的时候去，虽然你过年12月到1月那时候去可能会凉一些，可是我大概看了一下，那时候的天气大概也有个30度，28、29，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怕热，那我会建议你不要去新加坡，去凉一点的地方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在玩的时候，就是会有点就是很想逛，可是就真的太热，热到快要中暑，或者是你们就是早上跟下午3、4点再出门就好了。那中午这段时间可能就在饭店休息啊，或者是就去逛那种室内的景点，因为它也蛮多是那种就是什么室内花园啊，或者是百货公司都还蛮好逛的，不然真的是会热死。那再来就是口罩的部分，因为新加坡现在已经解放了，所以我看当地人几乎没有在戴口罩，但我自己还是有戴的，因为我也就是还是怕遇到感冒的人嘛。然后再来就是戴口罩可以防晒，所以我几乎都还是有戴着的。然后新加坡是不可以吃口香糖的哦，就是你不可以带去，那当然也不能就是在那边做什么贩卖啊，就是不要偷偷在那边吃，在那边吃口香糖是会被惩罚的。那以上这边就是我这次去新加坡的一点点小心得跟一些须知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再帮我留言哦，谢谢大家。